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列印完尺寸校正方块后进行测量，发现游标卡尺夹在中间与夹在角落时，数值会有明显落差。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开始前，先来举个例子，想象一下手上有管牙膏，然后尝试手挤牙膏透过前端的出口挤出一段宽度一样的线段。刚开始你会需要很小心的控制力道，不要给太多压力挤太多出来。接着开始缓慢移动，往一方向直线前进。途中最好等速移动与提供等压挤出，来确保线宽会固定。在最后要结束时，减慢速度与降低压力来完成收尾。这段挤牙膏的过程，也是 3D 列印机台上的挤出机与 XY 轴间的配合。挤出机必须根据 XY 平面的速度调整挤出量，确保挤出的线段宽度一致。所以挤出状态并不是单纯的线性控制。这也是为什么量测校正方块时，会发现量测角落的部分会比较宽的原因。方块的角落部分刚好就是 X 或 Y 方向移动的起点与终点，中间边长段则是等速的过程。在 Clipper 上有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压力上的调整，称为 Pressure Advance。在文件说明中的图片可以看到，第一张为实际列印头的运动所产生的 VT 图，当中有包含挤出机运动与非挤出机运动的部分。对应来到下方第二张图为理论上挤出机该挤出的量，最下面的一张图为实际材料挤出的状况。看到第三张实际挤出状态时，回想刚刚举例的挤牙膏情况，如果在挤牙膏时没有稍微等待牙膏挤完整就移动，挤出量就会较低，与图中的初期流量较低做对应，会需要一段时间的等速移动后，才能达到与理想状态的挤出量相同。接着来到要结束挤出时，如果没有事先进行挤出压力的调整，就会像图中的示意一样，会拖上一段时间进行压力的释放，此时就会挤出过多的材料。接着往下来看 Clipper 如何透过修改挤出机的运动方式，来达到与刚刚第二张图中的理想挤出状态。图中可以看到，黑色线为原来没有修正的挤出速度时间状态，粉红色的线段为实际针对加速与减速阶段挤出机的瞬间速度调整，而绿色的线段则为一小段时间中的挤出机位置加权平均所显示的平滑曲线。在加速时瞬间增加速度来弥补挤出材料的不足，而在减速阶段则以瞬间减速的方式来快速降低压力，使材料不会为了继续释放压力而移料。知道理论后，接下来就是实际进行测试 Pressure Advance。透过下载文件中的 STL 档，并汇入至切成软体中，使用文中建议的参数，如将速度拉高，每秒100毫米，无填充与 75% 的喷头直径乘高，同时确认切成软体中的动态加速度部分设定关闭。这边建议在切成前，记得将起始位置的部分尽量摆在工件的同一个边上，等下观察时直接忽略掉。汇出 G code 档案后，来到机台的控制界面，输入 Set Velocity Limit Square Corner Velocity 等于1 SL 等于500，来降低列印头在转向时的瞬间加速。接下来依照挤出机形式为近端或远端挤出，分别输入对应的参数。示范为 Voron 使用近端挤出，所以输入 Tuning Tower Command 等于 Set Pressure Advance Parameter 等于 Advance Star 等于0 Vector 等于 0.005。在这指令中 ，Clipper 会在每层层高中改变刚刚设定的 Vector 参数。理论上，在较低的层可以观察到角落会有较明显的溢料，相对的，在较高层的部分，角落可能会有挤出不足的情况发生。列印完成后，利用游标卡尺量测最理想角落表现的层高，并透过起始数值加量测高度乘以 Factor， 来得到实际的 Pressure Advance 的数值。将计算出来的数值填入至 printer.cfg 中的 extruder 部分。
另外，刚刚提过的平滑曲线设定，在有输入 Pressure Advance 参数时，预设的数值为 0.04 毫秒。如有需求，可以再自行设定。上述部分就是实际设定的部分。如果发现列印出来的尺寸有明显误差时，可以考虑使用此方式。不过还是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Pressure Advance 数值会因为挤出机、喷头直径与线材种类有所变化。对，没有错。线材种类，意思就是不同线材数值不一样。然后 Pressure Advance 还会因为挤出机校正与喷头温度会有变化。喷头温度，还记得之前提过如何找出线材最佳温度？当整体速度加快时，可能需要拉高温度。只要会影响流量的数值，都会影响到 Pressure Advance 的最终数值。此做法可以降低角落与边长间的误差，但最终列印出来的尺寸还是会受到速度、材料等影响。如果材料本身收缩比例比较大时，根据工件的形状及尺寸，还是有可能产生误差。感谢看到影片最后。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觉得有帮助的话，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与订阅本频道，又或是透过下方Patreon连结实际支持。我们下次见。